嗨，你好，我是玲玲。今天的主题呢，我希望所有的女孩子都可以看到。我们撇开结婚到底好不好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先来看一看选择终身单身到底好不好。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接着往下看吧。在中国，已经有2.4亿的人选择了单身，尤其是在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的女孩子选择主动单身。一边呢，有很多 app 服务于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包括吃饭、逛街、交友以及娱乐。就连生理需求都可以点对点的解决，一个手机能解决的问题，好像我们已经不太需要男人了。大家都是凭本事单身了。然而另一边呢，我们经常可以刷到很多文章，单身的老太太是可以活得多么的潇洒，仿佛终身单身好像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但是，仅仅是经济独立真的就够了吗？经济独立等于要有钱，可是这个钱换算成具体数字的话，它到底是多少呢？有没有认认真真的算过这笔账？前段时间我和我爸爸聊天，发现一个非常让我震惊的现实，就是在老年的相亲市场上，男女悬殊竟然如此之大。一个70多岁的老头子挑选一个50、60岁的大妈，是一件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反过来想想，我却好像怎么没有听说过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可以挑选50、60岁的中年男子呢？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主动单身还是被动单身，到了老年也一样摆脱不了和人竞争的选项。太可怕了！既然老娘年轻的时候都没将就过，那就干脆做一辈子单身好了。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而这个过程中又很容易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接着往下看。我先接着讲上一个中老年相亲市场的问题，因为20多岁开始单身的人，往往容易经历这几个阶段。第一，20到30岁的时候，往往是你挑别人，这个时候你还属于婚姻的犹豫期，还在挑选对象当中。但是30岁到40岁的时候，已经是开始男人挑你了。这个时候的女孩子会从婚姻的犹豫期转变成对婚姻的极度迫切。第3个阶段就是40岁以后，当女孩子步入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在相亲市场上很尴尬的就是她们会直接被纳入中老年相亲市场的范围内，因为在相亲市场上属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所以这一部分的女孩子大部分会变成终身单身者。在我仔细看完对于中老年相亲市场的调查之后，我发现简单概括就是1看身体，2看经历。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你不要拖累我。而且让人最扎心的就是女性的比例要比男性的大得多得多，甚至可能出现100比1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很容易出现好几个大妈争夺一个大爷的情况。姐妹们，对优质男性的争夺真的是一辈子的。虽然看上去男性在相亲市场上很有优势，但是男性也一样要面临着对方是否为财而来这样的一个主要困扰。活该。所以听到这里，我真的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当你老了的时候，你要么有钱，要么有健康，否则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坚定的抱住自己，然后好好的活下去。现在我要说的就是抱团养老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你是不是经常会收到某些公众号给你推送的文章，大概就是说7个女孩子一起进了一个别墅，相约养老，然后一对夫妇出租了自己的别墅，和大家一起抱团养老。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很美好，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举个杭州的例子，杭州有一对夫妻发起了抱团养老，响应的人很多，但是真实相处起来却很难。在经历了1年的相处之后，其中有很多人都离开了，当然也有人补位。可是其中暴露出来的很多问题，着实应该认真的考虑抱团养老这件事情到底要克服一些什么。我再举一个日本的例子，日本有7个老太太，她们相约一起养老，但是她们居然和谐共处了10年。当你看见这张照片的时候，你能看得出来她们已经平均80岁了吗？看见没有？健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你希望跟别人一起抱团养老的话，第一个，你必须保证你是有一个完全自理的一个能力；第二个，就是你需要一个好的经济基础；第三个，就是当你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生活的一个原则；第四个，就是高度的独立，并且尊重彼此的生活方式，不互相打扰。日本的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陌生人社会，害怕打扰对方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做得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很高，他们的健康指数也非常高。就比如说这7个老太太，她们虽然已经80岁，但是她们的生活自理能力是非常强的。反观我们中国的一些70、80岁的老人，可能他们很难做到真正独立的自理自己的生活。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其实就能明白了，因为你很难想象让一个80岁的人去照顾另外一个80岁的人吧。日本的这7个老太太为什么可以做到和谐相处10年，与整个社会的高度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讲到这里的话，可能当我们这一代人老了之后，也许中国能做到这一点，这个还是一个未知数，等我们老了才知道。讲到养老，就必须提到一个地方，就是养老院。中国的私营养老院呢，他们的收费大概是这样的：
根据你能否自理，是半自理还是全自理，或者是你完全不能自理来收费用的话，大概是3000到6000一个档位，或者是1万以上的另外一个档位，甚至有一些需要你提前1年或者是半年要提前预约。而且在中国入养老院，你必须要有监护人签字，这个时候就很尴尬了。假设你的父母已经不在了，甚至你的朋友可能不在了，然后你是没有子女的，也就是说你是属于一个没有监护人的状态。这种时候怎么解决呢？在国内的话，他会要求你的街道或者是你原来的工作单位帮你出示证明，这样的话养老院才可以接收你。第二个就是手术需要签字。之前网上不是有划分一个孤独等级嘛，就是它有10级，然后最严重的那一级就是一个人去做手术。然后我觉得可以再加一条，就是当你一个人去做手术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在你的手术单上签字。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可怕。手术确认书上是需要有人签字的。如果说像刚刚养老院的这种情况的话，同样你需要一个议定监护人帮你签这个字。这个人可以是你信任的朋友，也可以是你的邻居。像这个议定监护人需要提前指定好，这样的话在你生病的时候才不会陷入到非常尴尬的境况。所以对你的朋友和你的邻居好一点，将来他们很可能成为你的议定监护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寿命的延长。我们中国现在的预期寿命大概是76岁，然后日本是世界第一，大概是83岁的样子。人的寿命延长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在日本现在已经渐渐的出现了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是90岁以上的老年人越来越多。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会遇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可能随着你的年龄越来越长，留给你的养老金可能会出现不够花的情况。朋友们，这种时候就很尴尬了。当你90多岁的时候想出去工作的时候，应该也已经不太可能了。现在来谈一谈我们大概要存多少钱才够我们的余生。借鉴一下日本的数据，就是一个平均65岁以上的老年家庭，他们大概需要预存127万的样子。可能当我们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这个社会已经从制度、公共设施以及养老模式上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这一大群的终身单身者。但是在此之前，作为个人，我们应该要做好一个前瞻性的规划，比方说给自己一份定制的商业保险，或者稳健的储蓄和理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就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些，比方说抱团养老，还是说住养老院的形式，还是说社区养老，这一切可以让你享受单身美好的基础都是身体健康。说完上述的所有，其实无非就是2个重点，一是健康，二是财力。你必须要达到这2个条件，你才有资格成为一个终身单身者。多存钱。OK， 以上就是我今天带来的内容。喜欢的话记得点关注，然后我们下次再见。